了，你明明就是魏子琪，你也早就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要一直骗我、误导我？元夏，对不起，是因为我才导致了你死亡的结局。当时你辞职离开后，我们就彻底失联了。直到得知你即将出国时，是我没有忍住私心，给你打了一通电话，你才会出现在死亡现场。凶手至今都还没有找到，是我害了你。月夏，魏总，您做好心理准备，您的太太她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至少这次，你还活着。喂，宁宁，这次去分公司的发布会，把培生给带上。不是吧，老魏，你这气度是准备当小美人鱼，最后变炮灰吗？人家可是光明正大的撬你墙角，你不斩草除根就算了，还要把他带在身边栽培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他可是你板上钉钉的情敌，你可别玩脱了，最后让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就是因为是情敌，所以放在身边才安全嘛，要不然我哪知道他背着我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还有啊。周围那边一定要给我盯紧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伤害到元夏。魏总好。好。老板，这次辛苦你自己开车。这次路途比较遥远，我准备了点零食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谢谢。只给元夏准备，不给你的直系领导准备，你这个人情世故学的不够啊！这次去分公司，我可得好好和你前领导告个状。你总别开玩笑了，您的当然也准备了。
会西林的事生我的气吧？感觉昨晚夜市好点了呀，怎么今天居然还不上我的车？我还准备了这么多零食。老魏问我你情绪怎么样？吵架了？没有。等今天发布会结束了，咱们好好休息休息。好。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撩完就跑，太不负责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你想怎么负责？我想跟你谈一场不以开车为目的的正式恋爱。笑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你这个老司机是怎么把邢医生这么老实的人逼到这个地步的？怎么了？好像封路了，我去看看。走，下去看一眼。哎，师傅，这封路什么时候能解啊？不好说，前面管制呢，可能半个小时就解，也可能得好几个小时。哎，封路暂时解不了，绕路吧。距离发布会还剩2个小时，绕路的话也来不及了。怎么就不提前规划好路线呢？现在出了这种意外，连个备案都没有。你这个公关总监当得太失职了吧？这是去发布会的必经之路，会封路谁也没想到。至于发布会的时间是我跟你爸定的，伯夫人呢？我爸临出发前突然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就派我代替他过来了。不是，那我作为合作方的女儿，抱怨几句也不算过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现在马上联系会场的同事。元夏，告诉他们发布会取消，相关流程合并到明天上午的揭幕仪式，务必要照顾好现场的每一个媒体朋友。邀请他们参加明天上午的揭幕仪式，还有新工厂的实地采访活动。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，咱们找个地方避雨吧。好。啊。走。该怎么哄他才能消气呀？还装？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？这间民宿还不错，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。正好有房间，够住。哎，袁总，你走，魏总，喝点热水吧，别感冒了。谢谢，我不渴。对啊，晚上少喝点水，不然起夜容易着凉，还容易水肿。你这个公关总监，明天还要出镜，注意保持形象。也对，这杯水应该是给魏总才对，毕竟他天生丽质，而且早就习惯了夜夜笙歌，喝酒到半夜，完全不用担心水肿会影响明天的上镜状态。我们先回去吧。魏总，热水。我看你这包里带的东西挺齐全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出来野外求生呢。
我不排斥袁夏有其他的追求者，那是他应得的，我也接受公平竞争，但前提是你是真心喜欢的，不是另有所图。魏总，您误会了，我知道您跟袁夏是男女朋友，我只是把袁夏当妹妹。我是不是误会我自己清楚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子期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说实话，就这破天气加这鬼地方，我1秒钟都不愿意多待。但是因为你在这儿，我就觉得此情此景好像也还不错。如果不是因为今天发生这种意外的话，估计咱们俩也很难有机会能像现在这样面对面说说话吧。哎，再怎么说，咱们俩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吧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爸从他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，就反对我再纠缠你了。他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所以就更不愿意让我掺和到你和袁夏中间来。今天，他之所以会答应让我过来，是因为他又打算把我送出国了。至少是在你结婚之前，我都不可能再回来了。所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想要体面地结束对你的感情。袁夏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啊。不吃醋啊？不需要。你很有自信，那可是西林啊。但他遇见的是魏子期，这就是魏子期带给我的安全感。他让我相信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遇见什么人，我都有被偏爱的底气。真好。你呢？你之前说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你说准备跟她告白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我没有机会说出口，因为她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默默地守护她。你经常来这里吃吗？这儿的馄饨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，它是红汤的，里面还有小米辣。也不是经常，就是很久以前吃过，后来去了分公司，我就一直想着这个味道。真巧，我也养了一只鹦鹉。是你教它这么叫的吗？我刚才对它念叨了几句，可能学舌了。裴深，你是不是……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裴深为什么要假装小哥哥？就到这吧，说吧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在别人的眼里，我漂亮、有才华、家世还好，几乎人人都喜欢我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你不喜欢我？西林，我不讨厌你，但也不喜欢你。你对于我来说，只是我爸朋友的女儿，懂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喜欢你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非你不可。西林，你并不喜欢我，你只是占有欲在作祟。就像你自己说的，你什么都有了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只有我没有，
所以你格外的想要征服我。对于你来说，我只是一件你多看了几眼，却被别人付款先穿在身上的衣服而已。你不甘心？你胡说！你不是我，凭什么替我下定论？我喜不喜欢你，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就拿你每年的生日来讲，我都是提前细心的帮你挑选礼物。我请问，你有打开看过吗？抱歉，我的生命里有更重要的存在。我喜欢袁夏，她是唯一让我贪婪的想从深渊里面爬出来，重回阳光之下的牵挂。所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目前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但是我对袁夏的爱从来都不掺假。希林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喜欢，但是到此为止吧。不早了，先回去吧。魏子期，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不会再围着你打转了。要追我心灵的男人，就算排不到巴黎，也能挤破维也纳大厅了。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参加揭幕仪式。301房间。你要尽快得到袁夏的信任。袁夏，小心！你走。周伟，等你很久了。既然楼上是周围派来的杀手，那他一定还在附近。只有看到洛丹努，才有机会把他引出来。袁夏，你要小心，我就在你身后。没事吧？魏子期，周小叔，现在学聪明了，还会声东击西了。你耍我了！你把我故意引到这儿来，故意取消发布会，就想让我上钩。想什么呢？从我们对外宣布发布会开始，就已经在给你下饵钓鱼了。我打算在我爸做实验的那个分公司举办。分公司地处偏僻，我不相信周围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。这次的发布会必须要加大宣传，多联系几家媒体平台宣传报道，务必要把声势做到最大。不然以我们袁总监的周到，我们怎么会没考虑到天气、山路的问题？
你接二连三的想要杀我，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，只好将计就计，主动出击。魏子琪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怎么样？刚刚有没有受伤？我还好，你呢？早点休息吧。你知道今天有英仙座流星雨吗？上一次英仙座这么大规模的流星雨，我错过了，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。本来想再等等的，至少等到发布会结束。你说什么？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哎，萤火虫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？对不起啊，只能不跟你这样的流星雨了。元夏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才能让我拥有了这不一样的人生。就在我18岁的那年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，无处宣泄的孤独和无助，让我丧失所有信心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离我而去。我把自己封锁在那个黑暗的阁楼里，任凭自己沉溺和失控。哥哥，我是圆圆。在我一次次游走在自杀边缘时，他敲开了那道隔绝阳光的大门。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陪在我身边。哥哥，你是睡着了吗？你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课。他必须听到我的回应才能安心。你有事儿一定要叫我。他还会给我准备热腾腾的馄饨面。他还把那些鼓励我的话折成纸星星塞满药瓶。哥哥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，要为更好的自己而坚持。相信时间会带来新的开始。即使身处在低谷，依然要仰望星空。其实你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。不要一个人躲在阴影里，试着走出阴霾，向阳而生。它就是照进黑暗里的一束光，牵引着我重拾了生的希望。曾经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流星雨，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借口，最终我还是失约了。元夏，你一直在我的生命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前些年我为了复仇，跟周围日复一日的演戏，那个时候我差点误入歧途。在我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拿起你的小牌，告诉自己，我不能连这一角光亮都被复仇的黑暗所侵蚀掉。再后来，
还以各种为你好，以保护你为借口，不敢与你相认。对不起，你还能接受这样的未择期吗？还有，我也喜欢你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。
元夏，医生说让我跟你多说说话，你也许还有醒过来的希望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还在坚持，我的人生就有目标。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。喂，老魏，你让我查的事情现在有结果了，凶手是裴深。元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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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。我之前一直干预元夏的时间线，来改变他死亡的结局。但是现在看来，看似改变原点，却不知道是转机还是危机。我打算换个方式，我要让元夏把手机给魏子琪。裴深，你走，元夏呢？昨晚和老魏出去了，这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，不会是一夜未归吧？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干嘛去了？老实交代。跟我男朋友算旧账去了。算账？怎么算啊？是清水的算法，还是翻来覆去的加倍算？能说快！我怕再算下去，你的年终奖都不用算了。你少跟他在一块儿，都学坏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彻底统一战线了。各位领导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该出发了，别耽误了揭幕仪式。行，那我们先去收拾东西。嗯。看来元夏已经知道我不是小哥哥了。还疼吗？啊，早就不疼了。魏子琪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可以再这样伤害自己了。这也是恒叔叔所期望的。哎，圆圆，吃面。孙爷，走了啊！你儿子生日啊？吃好了，吃好了。那他人呢？走啊！他不在我身边，我这也将近有1年没见他了。那他肯定很想你啊。恒叔叔，你儿子多大了？他比你大几岁，要毕业了，是你的哥哥。其实啊，他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又很懂事。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，总说自己很忙，没时间陪伴他，连他妈妈去世，我都没能赶回去。就算他怨我，也是应该的。现在有时间陪他了，也没这个机会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是一家人啊！
而且，就算你之前真的做错了，那现在想去弥补也还来得及，总比留着遗憾好，对吧？而且我想，其他人的祝福肯定是比不过爸爸的，所以恒叔叔，你有空给哥哥打个电话吧。还来得及吗？肯定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来得及。这样，吃完面之后，我就回家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要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。他很爱你，你一直是他的骄傲。其实那天他有给我打电话，只是我没接。那段时间我特别恨他，恨他为什么因为工作不回来见我妈最后一面。后来知道他去世了，也很后悔，很痛恨自己，所以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里。直到你出现，才把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拉出来。是恒叔叔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跟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相遇了。而且，其实你不是真的恨他，对吗？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愧疚地伤害自己了。以后也不会了。圆圆，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。流星雨那天，我失约了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失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时间了。不需要如果，现在就很好啊。没错，现在就很好，只是我没有收到你的特别礼物。那个呀，那我得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，才能把礼物给你。好的，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莅临。告诉那个好消息，我们改变了结局。你没死，只是昏迷不醒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再加把劲儿，或许我就能彻底醒来了。可是未来的我改变了，你过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找到了救赎是谁。真没事，你把手机给我自己。等下。那个是我爸研究的量子通讯的手机吗？嗯。对面是我爸吗？不是，是1年后的你。他刚刚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把手机交给你。他还说，凶手是裴慎。裴深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？找我有事吗？怕你一直忙工作，忘记吃午饭，就给你带了碗馄饨。裴深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次能不能让我先说？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
不会耽误你很久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看得出来，从揭幕仪式之后，你就在躲我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你发现了吗？没错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哥哥。对不起啊，我发现你似乎在找某位故人后，我就让你误以为我是那个人，为的就是慢慢接近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可你之前明明说过你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还说准备要跟她告白。这个人就是你。因为一开始相亲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后来我才发现你和魏总在一起，我怕你不接受我，所以就继续用这套说辞慢慢的接近你。我承认，我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卑鄙，但是我不后悔这么做。到现在，你慢慢的远离我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抱歉啊，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，你介意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裴深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心里只有魏子期。我明白，我不是要得到你的回复，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而已。先走了。魏总，倪总，这是量子通讯的信号。确定是量子通讯的信号吗？这是我根据你爸的实验日志1:1还原的系统，专门捕捉量子纠缠态的。不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靠什么通讯器发出来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好像是在我们公司大楼里。这样，咱们俩去找信号源，其他人继续跟踪信号源的动态。好的。魏总，我也去。走，倪宁，你去监控室，我去办公区。裴深，你从安全通道逐层排查。对了，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吗？可算找到你了。裴深，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魏总让研发部找一个通讯信号，我就跟着信号的位置找到了这里。袁夏，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你手机里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。但似乎魏总很着急的要找这个信号，他已经知道这个信号在还没有的内部大楼里了。袁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电梯人太多了，我走的安全通道，正好碰到裴深。下午我要出去谈个事儿，就不用等我下班了。好，去吧。魏总，那我继续下去找信号了。
他藏的可真够深的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才冒认了身份，卑鄙了些。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手机。他要手机干什么？从他的反应看，说明他早就知道双时空手机在我手里。应该不是裴深。能够比我们还要早知道双时空手机的存在，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它的人，也就只剩他了。西坤。西总，手机拿到了。你是说，这个手机可以实现跨时空通讯的功能？没错，坤哥，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？理论上，量子通信呢，它是可以实现时间流的穿梭的。我现在的研究呢，已经有些眉目了，虽然不太稳定，但绝对是个跨时代的发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了它，我们就能产生巨大的信息差，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。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这个世界。我们就有了一切。坤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可能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了。我们不可以随便改变过去的历史的，每一次改变过去都会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的。我们不能破坏整个世界的。你听我说，别怕，我给你投资，量产，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。我是不会同意的。阿和，你听我说。总，这里有几份紧急文件，您能帮我签下字吗？喂，洪叔叔，您怎么了？我这么说我们的决定吗？你是？我是蕾蕾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洪叔叔，您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您给哥哥打电话了吗？他原谅您了吗？没有什么事，我要工作了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手机交给你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打破这个世界的秩序。阿恒啊，你可真伟大！你以为你这东躲西藏的，我就找不着你啊？你那个宝贝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不错，老师说他挺用功的，你可太狠心了。儿子过生日，你怎么能不出现呢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儿子一下，拿手机这个人会彻底让手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彻底。你是准备顽固到死了？别动！别跑！这个魏恒以为他把手机留给袁夏，叮嘱他在1年后打电话来提防我，他就可以改变一切了。谁知道这兜了一大圈儿，手机还不是照样落在了我的手上。现在有了这个双时空手机，我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。
要继续研发它。我可以改变所有我想改变的一切。我不仅仅要打给1年前的自己，我还想打给更早的自己。我想要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如果这辈子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再好好的陪陪他。也许只有那样，他才会快乐一点。我还有好多没有完成的事，都可以通过这部手机来实现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我只要知道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。这个能改变一切的人就是我。可是，魏子期不可能告诉我们手机的使用方法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幕后的人是西坤？当时只是怀疑而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在西林接风宴上跟我说：“我听说你要重启量子通信试验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。”作为他最好的朋友，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。资金上有什么缺口说一声，我给你兜个底。当初 MU 深陷危机，他都不曾向我伸出过援手。现在听到我要重启我爸的实验，他的表现异常积极。我想到一件事儿。恒叔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进来。不了，叔叔临时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送你个礼物。顺便呢，拜托你一件小的事情，明年的今天中午12点，你用这部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。这个手机呢，我已经设置好了，你只要按这个重拨键就可以。等电话通了之后，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乖，那叔叔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叔叔，你回来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恒叔叔，您好，我遵守我们的约定了。我是圆圆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恒叔叔，您这1年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给哥哥打过电话了吗？哥哥现在原谅您了吗？喂？怎么挂掉了？怎么打不过去啊？这么说，我爸的实验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功了。当时可能他察觉到西坤要抢手机，所以才会特意把手机留给你，让你1年后提醒他小心西坤。而1年后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，不是我爸。我爸的去世就是那天，他的死不是巧合。我爸的死跟西坤脱不了干系。我爸死后，西坤猜测手机可能会在我的身上，就让周围暗中监视我的生活，发现双时空手机根本不在我手里之后，就让周围故意把我送出国。在西林的接风宴上，为了找你，我跟西坤说过话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注意到我了。所以西坤就让周围来接风宴，对你下手。然后抢走你的手包，又跑到你家翻找以及行凶。他们做的这一切，都
都是为了抢夺手机。只是老魏把你接到他家之后，周围彻底失去了动手的机会，西坤才会派裴深来到你的身边。为了这部手机，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。西坤那边的动作最近明显急迫了很多，我想这应该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，也是时候该我们主动出击了。心还能转动，牵